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夜一段史，我是老陈。公元前341年，庞涓率领10万魏武卒攻入韩国，一路势如破竹，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魏国是战国七雄里最强的国家，魏武卒是那个年代最精锐的步兵，装备精良，训练严苛。庞涓被称为天下第一名将，打过赵国、韩国、宋国，从没输过。各国将领都在研究怎么避开他，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种威慑。但他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支军队出发的那一刻，他的老对手，那个他以为已经彻底废掉了的人，正在齐国某个地方打开地图，用一根手指在地图上轻轻点了一个地名马陵，然后他抬起头，嘴角微微上扬。这一仗他等了整整13年。今晚我们要讲一个被人挖掉膝盖骨、关在猪圈里差点死掉的人，他用一场战役彻底终结了害他的那个人。我们要把马陵之战真正说透，那场仗妙在哪里？每一步棋是怎么下的？减灶之计背后是什么逻辑？把这套逻辑看懂了，你才能理解孙膑的思维站在什么高度。请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进入今晚的故事。要讲马陵之战，必须先讲孙膑和庞涓，因为那场战役不只是两支军队的较量，它是两个人之间长达10几年恩怨的终点。那段恩怨从一个山上的学堂开始。战国时代有一个人叫鬼谷子，他住在云梦山，是那个时代最顶尖的老师。他教王者之术，教兵法谋略，教纵横外交。他的学生几乎每一个都改变了历史。苏秦、张仪是他的学生，一个搞合纵，一个搞连横。而今晚的两个主角孙膑和庞涓也是他的学生，他们是同门师兄弟。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孙武写了《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孙武写的，但孙膑把它活成了自己的人生。他血脉里就带着对兵法的感知，那种感知不是学来的，是长进骨头里的。在鬼谷子的学堂里，孙膑对兵法的理解超过了所有人，包括庞涓。但庞涓也不差，这一点必须说清楚。庞涓是真的聪明，真的勤奋，真的才华横溢。他把鬼谷子教的东西学得很扎实，在理论层面，他和孙膑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但他有一个致命的东西，他的自我认知。庞涓认为自己天下第一，这个认知在他进鬼谷子之前也许是成立的，但遇到孙膑之后就不成立了。聪明的人遇到比自己更聪明的人有两种反应：第一种敬重学习，把对方当成标杆；第二种恐惧嫉妒，把对方当成威胁。庞涓是第二种，在那个山上，他看着孙膑，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积累。他发现孙膑比他强，他没有转化成敬重，而是转化成了恐惧。那个恐惧变成他后来所有行为的驱动力，也变成他这一生最大的枷锁。因为一个人一旦把别人的存在理解为威胁，他就会把大量精力用在消除那个威胁上，而不是用在让自己变得更强上。庞涓后来做的一切挖膝盖骨、关猪圈都是这个逻辑的延伸。他以为消灭了孙膑，他就是第一了，但他消灭的只是孙膑的膝盖骨，那个让他恐惧的东西从来没有消失过，他只是换了一个形式，等待着有一天重新出现在他面前。庞涓下山了，去了魏国，他找到魏惠王，展示才能，说服魏惠王给他机会。那个年代的人才流动就是这么直接，你有本事，你去证明。庞涓证明了，他带着魏军一仗一仗的打，一城一城的拿，赏罚分明，治军严格，每一场仗都打得很漂亮。魏惠王对他极其倚重，魏国本来就是最强的国家，国力最雄厚，军队最精锐，在庞涓手里，军队的战斗力进一步提升，各国见到魏国的旗帜都要退避三舍。那段时间，庞涓就是那个名字。说起天下名将，第一个就是他，他站在了他以为的顶点上。但有一件事始终横在他心里，孙膑。只要孙膑还在，
庞涓就不能真正相信自己是天下第一。不是因为孙膑现在构成威胁，是因为孙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否定。这种感觉让他不舒服，于是他写了一封信，信里热情地说思念老同学，说魏国蒸蒸日上，来吧，我们一起建功立业。孙膑来了，他信了那封信，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一次判断失误。他来了之后，庞涓展现了真实面目，他给孙膑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通敌，勾结齐国，然后按照魏国律法对孙膑施以膑刑。孙膑失去了膝盖骨，身体落下残缺。做完这一切，庞涓把孙膑关进了猪圈。他的打算是什么？他不打算杀孙膑，杀了太便宜了。他要让孙膑活着，以一种被彻底废掉的姿态活着，活成他脚下的一个注脚。这个决定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不是因为他做了坏事会遭报应，是因为他选择了不杀孙膑。而孙膑恰好是那种越被逼到绝境就越危险的人。我们现在停下来想一件事儿，孙膑为什么会上当？他不是蠢人，他是孙武后代，是鬼谷子学堂里最聪明的学生。他怎么会信了那封信？我想了很久，这个问题也许是因为信任。人在某些时候会对特定的人保留一种不理性的信任。庞涓和他同门师兄弟在同一张桌子吃饭，在同一块土地上练功，一起度过了那段求学岁月。那种关系会在人心里留下一种底色。也许孙膑心里有一部分不愿意相信那个和他一起读书的人会对他做出那样的事儿。这个判断是错的，但他不是愚蠢的判断，他是人性里那个希望相信人心向善的部分做出的判断。那个部分让他走进了魏国，也让他在后来的岁月里彻底看清楚了一件事：人可以用至亲至近的面目做出最卑鄙的事儿。这个认知写进他骨子里之后，成了他理解庞涓，理解所有对手的底层坐标。孙膑被关在猪圈里，膝盖骨被挖了，无法站立，无法正常行走，脸上刺着字，住在最屈辱的地方。想象一下那个处境。他曾经是一个满怀抱负来到魏国的人，他信任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用最卑鄙的方式把他变成了废人。膝盖骨被挖掉的疼痛是从骨髓里发出来的，不是一阵一阵的疼，是每动一下就像有人在用锉刀戳你骨头的那种疼，再加上脸上的刺字，猪圈里的气味和泥泞，正常人在这种处境里会垮掉。但孙膑做了一件事儿，他开始分析，在那个猪圈里，用他还能用的大脑，冷静地想，他的处境是什么？庞涓的目的是什么？庞涓会如何看待他？他能利用什么？然后他找到了答案，装疯。他开始表现出疯癫的行为，有时候在地上打滚，有时候朝着空气喊叫，有时候把脏东西往嘴里送，有时候哈哈大笑，有时候嚎啕大哭。这需要极强的自控力，你需要在精神上保持完全清醒，同时在行为上表演出彻底的失控。这是一种极其消耗的表演，但他做到了。庞涓派人来观察，觉得这个人真的废了，放松了警惕。然后齐国的使者来了，孙膑设法联系上这个使者，使者把孙膑秘密带出魏国，带到齐国。大将田忌见到孙膑谈了一次，当场判断这个人是天才，然后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见了孙膑，谈了一次，谈完之后他做了一个决定，让孙膑做军师，不是普通顾问，是齐国军队最高智囊。一个残疾人，一个脸上刺着字的人，就这样站在了另一个国家的军事核心里。从猪圈到军师不到2年，那2年里的每一天，他都带着那副残缺的身体，带着那张刺了字的脸，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一点一点重新建立自己。这件事的难度不只是身体上的，一个人脸上刺了字，走到哪里都会被看见。那不是可以遮掩的东西，不是可以脱下来的衣服，那是刻在他脸上的，他人生中最耻辱经历的痕迹。每一个见到他的人，在看见那张脸的第一秒，都会看见那些字，都会在心里自动地对他做出某种判断。一个被刺了字的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罪人，意味着被主流社会抛弃的人，意味着不值得信任的人。
孙膑带着这张脸走进齐国，走进田忌的营帐，走进齐威王的宫殿。然后他开口说话了，我们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史书只记载了结果，那个结果是他们相信了他，田忌相信了他，齐威王相信了他。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开口说的那些话，有一种让人无法不信的力量。那种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他说的是真的，来自他看问题的角度，是那些从未经历过真正失败的人永远看不到的角度。他站在那里，带着那副身体，那张脸，没有任何隐瞒，没有任何掩饰。就是这样一个你对你说我能赢，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分量。那种分量来自什么？来自他已经失去了可以失去的一切。一个还有很多顾虑的人，说话是有保留的，是小心翼翼的，是留着后路的。一个已经失去膝盖骨、失去尊严、被关进过猪圈的人，他说话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包装，没有任何需要维护的体面，他只有那些话本身。那些话是他用整段绝境换来的对战争、对人性、对庞涓最透彻的理解。田忌和齐威王坐在他面前听他讲，他们听到的不只是策略，他们听到的是一种清醒。那种清醒让人无法不相信。孙膑在齐国的第一次亮相就已经是教科书级别的操作。公元前354年，魏国攻打赵国，赵国都城邯郸被围困，向齐国求救。田忌的方案很直接，我们率军去邯郸解围。孙膑说不对，然后他说了那句话：披抗倒虚，行格示进，意思是不要去打敌人最强的地方，要打他最空的地方。赵国现在是硬骨头去啃代价，大魏国本土是空档，魏国精锐主力全在赵国那边，老家空了。孙膑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不去赵国，我们直接打魏国的老家大梁。大梁一旦被威胁，庞涓必须回师，他不回师，大梁丢了。魏惠王第一个找他算账，他回师，赵国之围自然就解了。而且更妙的是，庞涓带着疲惫之师长途跋涉回来救援，我们在半路上以逸待劳等着他。这不是解围，这是一个套。田忌大军出发，目标大梁。庞涓果然从赵国撤兵，结果在桂林遭遇了孙膑预先设好的埋伏，那一仗魏军大败。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来源。这个成语今天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真正想清楚那套逻辑为什么有效。因为他改变了战场。孙膑没有在庞涓最强的时候跟他正面碰撞，他把战场从赵国转移到了魏国本土。在那个新战场上，庞涓变成疲惫的追赶者，孙膑变成以逸待劳的伏击者。战场的选择决定了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个道理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极难，因为它要求你在战局开始之前就把战场定在哪里算好。你要预判对手会怎么走，预判他会在哪条路上撤兵，然后提前把你的人埋伏在那个位置上，这需要对对手行动逻辑极其精准的预判。孙膑做到了，他预判了庞涓回援时的路线，提前在桂陵布好了埋伏。庞涓走进来了，这是孙膑第一次和庞涓正面交手，他赢了，但那只是第一回合，庞涓失败了，但没有死。魏军精锐损失了一部分，但魏国依然是战国里最强的国家。孙膑知道那不是终点，围魏救赵之后，桂陵之战打完了，历史进入了一段表面沉寂的时期。孙膑继续在齐国做军师，庞涓继续在魏国做大将军。孙膑的膝盖骨已经回不来了，他这辈子都只能靠着辅助工具移动，坐着轿子被人抬着走。这是他每天睁开眼睛都必须面对的现实。那13年里他在做什么？他在工作，他继续研究兵法，继续给田忌和齐威王出谋划策，继续磨砺那套思维体系。他也在观察，观察庞涓，观察魏国，观察那个时代各国的局势变化。他在等一个东西，那个条件需要什么？需要庞涓足够傲慢，需要魏国深陷战场，需要孙膑自己有足够强的骑军可以调动，需要一个合适的地形。
这4个条件需要同时成立。13年里，那4个条件慢慢的一个就位了。仇恨是一种消耗品，用得太快就什么都没了。孙膑没有让仇恨消耗他，他让仇恨变成一种燃料，一种低温持续燃烧的燃料。他不让他冲动，不让他轻举妄动，只是稳稳地给他的每一天提供动力。在这13年里，我们还需要说一件事：孙膑的仇恨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仇恨不太一样。普通人的仇恨是一种热的东西，它燃烧，它消耗，让人失去判断力，让人急于行动。不管时机对不对，孙膑的仇恨是一种冷的东西，他把它放在心里很深的地方，用理性把它压住，不让它干扰他的判断。每一次分析庞涓的行为，每一次研究魏国的军事动向，他都是以一种近乎冷静的方式在进行。那种冷静不是因为他不在乎，是因为他太在乎了，在乎到不敢让情绪干扰这件事。他知道这件事只有一次机会，错了就错了，没有第2次。在这13年里，他在持续研究庞涓这个人。庞涓这些年又打了哪些仗，用了什么战术，遭遇挫折时是什么反应，得胜之后是什么心态，这些信息孙膑都在收集和分析。更重要的是，他和庞涓在鬼谷子学堂待了那么多年，他知道庞涓怎么学习，知道庞涓面对问题时会用什么思路去解决。这种了解是10几年近距离观察积累下来的，任何情报都比不上这种了解。他把这种了解和陆续收集到的情报放在一起，得出了一个结论：庞涓随着地位越来越高，随着胜仗越来越多，傲慢的程度在一年比一年加深。这个傲慢让他越来越容易看到他想看到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发现是孙膑最重要的武器，所以他等庞涓把那个傲慢带到一个合适的战场上。那个节点在公元前341年到了。公元前341年，魏国又发兵了，这次打的是韩国。庞涓带着大军气势汹汹攻入韩国，一路势如破竹。韩国打不过，向齐国求救。这一幕和13年前赵国求救几乎一模一样。田忌和孙膑商量，田忌的想法很自然，我们立刻出兵去救韩国。孙膑摇了摇头，他说了一件让田忌觉得奇怪的事儿，他说：“我们先等，别急着救。”田忌不解，不救韩国，万一韩国被打垮了怎么办？孙膑解释了他的逻辑，分成几层。第一层，韩国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出兵是我们花大代价打一场正面硬仗，不是最好的选择。第2层，等韩国被打得差不多了，2件事会同时发生。第一件，韩国对我们的依赖程度更高，会更全力配合我们。第2件，魏军已经在韩国战场打了那么久，疲惫了，损耗了，补给线拉长了，那时候我们再出手，效果完全不同。第3层，最重要的这层他没有完全说出来，他不只是想救韩国，他想借这个机会把庞涓彻底解决掉。要做到这件事儿，就必须把庞涓引到一个他选好的战场上，那个战场已经在他脑子里了，他在等一个精确的时间节点，韩国支撑不住的那个时刻。那个节点到了，齐军出发，目标依然不是韩国，战场依然是大梁。孙膑在用13年前的那一招，但这一次他要彻底终结这件事儿。消息传到了庞涓耳朵里，齐军来了，还是那个老套路，直奔大梁。庞涓心里升起了一种复杂的情绪。上一次桂陵之战，他输给了孙膑，那个败仗是他心里永远的一根刺。他对自己的解释是，那次是轻敌，那次是形势不利，他的能力没有问题，而且这一次形势对他有利。他手里有什么？10万魏武卒。魏武卒是什么？是那个年代整个天下最精锐的步兵。魏国早年有个名将叫吴起，他建立了一套严格到极致的选拔和训练体系。魏武卒必须能全副武装，在规定时间内跑完长途才能入选，入选后还要不断训练，这是真正的职业军人。这支军队在过去几十年里打遍了各国，几乎没有遭遇过真正的败仗。庞涓带着这10万人，心里有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对，你来就来吧，
齐军来了就来了，我反正要撤兵了，正好顺路把他们收拾掉。他收兵从韩国战场撤出，带着大军往齐军方向扑去。他要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大仗，不是伏击，不是计谋，就是正面硬碰，彻底证明他才是天下第一。这个心态，孙膑早就算准了。庞涓在追击时会是什么心理状态？急于求胜，轻视对手，充满自信。这种心理状态会让一个将领做出什么样的决策？会让他放松警惕，会让他倾向于接受有利于他预设判断的信息，会让他忽略那些应该被注意的细节。孙膑要的就是这个，他要庞涓带着这种心态走进他设好的局。但这里有一个时机的问题，孙膑什么时候出手？他必须等到庞涓已经从韩国撤兵，已经开始追击齐军，才能启动减灶之计。孙膑需要的是刚好3天的撤退距离，刚好让庞涓看见3组炉灶数字，刚好在天黑之后抵达马陵。这个节奏的控制是整套计策里最考验执行能力的部分。太快了不行，显得太从容，庞涓会起疑；太慢了也不行，来不及赶到马陵布置伏兵。他需要那个刚刚好的速度，既像是在狼狈撤退，又恰好在他需要的时间节点抵达他需要的位置。这种精准是在对庞涓、对地形、对时间3者同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来的。孙膑坐在轿子里，靠着那副残缺的身体，用脑子把这一切算清楚了。现在我们来到这场战役最精彩的部分——减灶之计。先说清楚这个操作的表面逻辑。齐军从大梁方向撤退，往东走，往齐国自己的方向走。庞涓带着大军在后面追。第一天，庞涓的斥候查看齐军留下的营地痕迹，炉灶的数量10万个。第2天5万个，第3天3万个。庞涓把这3个数字摆在面前，开始分析：炉灶少了，意味着做饭的人少了。为什么做饭的人会少？只有一个解释：跑了，士兵逃跑了。这是那个年代常见的情况。部队在后撤过程中士气低落，逃兵越来越多，炉灶越来越少，这叫溃散。庞涓的判断，齐军溃散了，他兴奋了，他传令扔掉辎重，只带轻装精锐加速追击。他不知道的是，那3组炉灶数字是孙膑命令军队一天比一天减少，故意做给他看的。这条假信息是专门为庞涓定制的。为什么说是定制的？因为这条信息利用的是庞涓已经有的心理预设。庞涓已经相信齐军是弱的，他在追着弱军打，他已经想好了这一仗我能赢。那么他看到这组数字，大脑会自动把它解释成印证了我的判断。一个人看到符合他预期的信息时，不会质疑，只会兴奋。庞涓果然兴奋了，他做出了那个错误的判断，然后按照那个判断做出了2个关键的错误行动。第一个行动，扔掉辎重。辎重是什么？是粮草、帐篷、工程器械，是军队在野战中的后勤保障。扔掉辎重，军队的机动速度变快了，但军队同时也变脆弱了。一旦遇到伏击，一旦战局焦着，没有辎重的军队撑不了多久。第2个行动，只带精锐轻装追，这个决定进一步压缩了他的容错空间。他把自己从一支可以打硬仗的完整军队，变成了一支只能速战速决的追击部队。孙膑要的就是这个，他要庞涓快来，要庞涓轻装来，要庞涓在一种我要打一场已经赢了的仗的自信心理状态下来。带着这种心理状态进入那条峡谷的人，防御意识会降到最低，因为他以为他是猎手而不是猎物。孙膑选择马陵不是随机的，这个地方的选择本身就是这套计策里最关键的一环。马陵在今天山东省境内，具体位置历史学界有争议，但大致可以确认，这是一条狭窄的山谷，两侧地势险峻，不适合大部队展开，不适合骑兵冲锋，整个地形就是一个天然的漏斗。但孙膑选择马陵不只是因为地形合适，他还需要这个地方在庞涓追击的路线上。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在制定整套撤退计划的时候，已经把马陵这个节点算进去了。他的撤退路线不是随机选择的，是专门设计的，设计成恰好经过马陵，恰好让庞涓在追击的过程中不得不进入那条峡谷。这需要对地理极其精准的掌握，对庞涓追击速度的精准计算，对天黑时间的精准把握。他需要庞涓恰好在天黑之后进入那条峡谷，天黑之前进入，能看清楚两侧地形，能判断有伏兵，不会贸然深入。天黑之后进入峡谷里全是黑暗，只能靠火把照明，而火把亮起就是伏击开始的信号。所以他要控制的不只是路线，还有时间。他要让整个追击的节奏恰好让庞涓在天色全暗之后到达那个节点。这套计算是在他坐着轿子，靠着辅助工具移动，无法亲自去侦察地形的条件下完成的。他靠着他的人带回来的情报，在脑子里构建了那片山地的样子，然后用那个脑子里的地图设计了整套计划。他提前把齐军主力全部埋伏在马陵两侧的山地里，然后他做了一件很细节的事，他找到了一棵大树，把树皮削掉一块，在白色的木质上写了一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下。然后他给弓弩手下命令，当你们看见火光亮起的时候，万箭齐发。就是这样，庞涓的先头部队进入了马陵，天色已经暗了，是傍晚或者夜间。峡谷里很黑，两侧是高耸的山壁，头顶上是一条窄窄的天。大军鱼贯而入，走进去越来越深。然后有一个士兵发现路边有一棵树，树皮上有字，他走过去看不清楚，他回头拿了一个火把举起来，那些字显现出来了：庞涓死于此树下。那个士兵大概还没来得及反应，火把亮起的那一刻，两侧山地上孙膑的命令早已传达，万弩齐发。那不是隐喻，那是早已搭好弦屏息等候的数以万计的弓弩手，在那一刻同时松手，箭如雨下，从两侧山地居高临下倾泻进那条峡谷。魏军在峡谷里没有任何展开的空间，整支大军被那条峡谷压缩成了一条细细的队列，首尾无法呼应，两翼无处展开。他们甚至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反击，因为那些箭从上面来，混乱在一瞬间爆发，喊叫声、马嘶声、金属破裂声全部混在一起。庞涓站在那个地方，在那片混乱里，突然明白了那些炉灶是假的，那棵树上的字是早就刻好的，那条峡谷里的每一步都是孙膑算好的。他掉进去了，彻彻底底地掉进去了。然后他做了最后一件事，史书记载，庞涓在马陵拔剑了结了自己。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遂成庶子之名，就这样成全了那个小子的名声。那句话里有他最后的傲慢，就算死了，他还是叫孙膑庶子，还是居高临下的语气。他到最后都没有真正开口说孙膑赢了。我们现在停一下，想一想庞涓在拔剑之前心里经历了什么。第一步是震惊，他进入那条峡谷的时候带着胜利者的心态，他以为他在追一支溃散的军队，然后那些箭从两侧倾泻下来。第二步是理解，他开始快速在脑子里把所有碎片拼在一起，那些炉灶数字，那条峡谷的地形，那棵树上的字，那些箭，他把它们全部拼在一起，然后看见了那幅完整的画面。他理解了，他理解了孙膑设计的这整套局。然后是第三步，他不得不承认，他走进了一个专门为他准备的圈套。那一刻，他知道自己走到头了，但他仍然无法说出那句话：孙膑赢了。所以他说了另一句：遂成庶子之名。那句话是他在死亡面前能做的最后一件事，用语言保住他心里那个永远不肯倒下的天下第一。这句话是整个故事里关于傲慢最精准的注脚。马陵之战结束了，魏军10万精锐在那条峡谷里折损殆尽，太子申被俘，庞涓殒命。现在我想把这场仗真正拆解一遍，因为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但并不真的理解孙膑的操作妙在哪里。第一层，选择目标。孙膑打的不是韩国战场上的那支军队，他打的是庞涓这个人，这是最根本的认知差异。
很多将领打仗是在打军队，双方是力量对力量的碰撞。孙膑打的是人，他知道庞涓是什么人，知道庞涓的判断逻辑，知道庞涓的心理弱点。他设计的不是一个针对魏军的陷阱，而是一个针对庞涓这个具体的人的陷阱。这是第一层的降维。第二层，制造信息。这个操作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战，他给庞涓制造了一条假信息，而且这条假信息是按照庞涓的心理需求定制的。真正高明的欺骗，不是让对方相信一个他不想相信的东西，而是让对方看见一个他本来就想看见的东西。庞涓想看见齐军溃败，孙膑就给他看齐军溃败的样子。他不需要说服庞涓，庞涓会自己说服自己。第三层，引导行动。制造信息的目的是让庞涓做出一个特定的行动，放弃辎重，轻装追击。这个行动有2个效果：第一，魏军变得轻装，机动性提高了，追得更快。这正是孙膑要的，他要庞涓快点来，快点进入那条峡谷。第二，魏军没有了辎重，在遭遇伏击之后，没有任何依托，没有任何重新组织的资源。孙膑把庞涓的优势变成了庞涓的枷锁。第四层，选择地形。这里值得多说一句，辎重在正常情况下是军队的优势，它让军队能打持久战，是战斗力的后勤保障。庞涓扔掉辎重是为了加快追击速度，他以为自己在把优势最大化，但孙膑早就算好了，庞涓扔掉辎重的那一刻，他的军队就从一支能打硬仗的完整力量变成了一支只能速战速决的脆弱力量。一旦遭遇伏击，无法快速脱战，没有任何依托，没有任何重新组织的资源。孙膑不需要把魏军全部消灭，他只需要让他们陷入混乱，在那条峡谷里无法发挥数量上的优势就足够了。马陵这个峡谷消除了魏军在人数上的优势，消除了魏军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把双方的对比压缩到一个极其简单的维度：谁在高处，谁有优势。孙膑在高处，庞涓在谷底，1万对10万，在那条峡谷里，10万变成了劣势，这是字面意义上的降维打击，把一个高维度的对决压缩到一个最简单的维度里，然后在那个维度上你有绝对优势。第5层，心理收尾。那棵树上写的那行字“庞涓死于此树下”，这不只是一个警示，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触发器。孙膑知道庞涓会派侦察兵先行，知道侦察兵发现字看不清楚时会点火，那个点火的动作就是伏击开始的信号。他把庞涓的好奇心变成了触发死亡的开关。这5层加在一起，才是马陵之战真正的妙处。不是某一个聪明的小计谋，而是一套从认知到信息到行动到地形到心理全面覆盖的系统性设计。讲完了那场仗，现在我想说一件更根本的事：孙膑的思维方式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这是今晚整个故事里最值得认真想的一个问题。普通将领看一场战役，看的是力量对比，我有多少兵，他有多少兵，我的兵强不强，他的装备怎么样，然后按照力量对比做出判断，力量强的赢，力量弱的输。这是一种线性思维，用 A 推导出 B， 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它有一个盲区，它假设所有人都能理性地评估力量对比，并且按照理性评估来行动。但人不是这样的，人会被情绪驱动，会被心理需求驱动，会按照他想要看到的而不是真实存在的来解读信息。孙膑看一场战役，看的不是力量，看的是人。对方的将领是什么人，他的心理结构是什么，他有什么需求，他怕什么，他渴望什么，他在什么情况下会犯什么样的错，然后他设计整套战役，让对方的心理需求驱动对方做出他想让对方做的事儿。这叫什么？这叫把人性当成战场。庞涓的傲慢，他的需要证明自己的欲望，他对齐军溃散这个结论的渴望，这些都是孙膑战场上的武器，而且是最有效的武器，因为对手自己帮他打赢了这场仗。孙膑需要做的只是提供那些恰当的信息，让庞涓的内心驱动庞涓的双腿走进那条峡谷。
这个过程里，孙膑几乎没有动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力量，他没有用更多的兵，没有用更好的武器，没有靠蛮力，他用的是信息，是心理，是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在那套理解里，战争不是力量的碰撞，而是认知的较量，谁更了解对方，谁就赢了。孙膑对庞涓的了解远比庞涓对孙膑的了解深，这个差距在马陵那条峡谷里变成了10万大军覆没的代价。这是一种更高维度的思维，不是看3步对看10步的差距，而是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游戏里。普通将领在玩力量游戏，孙膑在玩心理游戏，而心理游戏从来都比力量游戏更难对付，因为力量是可以量化的，可以比较的，可以针对的，但心理是看不见的，是对手自己给自己设的陷阱。现在说庞涓，庞涓这个人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蠢，他是真的有才华，真的有能力，真的在那个年代打过很多漂亮的仗。他输给孙膑不是因为他能力差，他输给孙膑是因为他有一个孙膑没有的东西，那个东西叫傲慢。傲慢是什么？傲慢是一种对信息的预设过滤。一个傲慢的人在接收信息之前，已经在心里预设了他想要的答案，然后他在收到信息的时候，自动筛选出符合那个预设答案的信息，忽略掉不符合的。庞涓看见炉灶减少，他没有问为什么炉灶会减少，有没有其他可能，他直接得出结论：齐军溃散了。因为这个结论符合他心里的预设。他的预设是什么？我追着他们打，他们当然会溃散。这个预设来自他的傲慢，来自他对自己能力的过度确认。一个不傲慢的将领在看见炉灶减少时会问，这有没有可能是陷阱？庞涓没有问这个问题，不是因为他蠢，是因为他不愿意去想这个可能性。因为承认这个可能性，意味着他可能正在被对方算计。一个傲慢的人最难承认的事儿就是自己在被别人算计，于是他闭上了那扇窗，然后走进了那条峡谷。他临死前的那句话遂成庶子之名，你看，就算死了，他还是在用那套叙事保护自己。他说的是他成全了孙膑，好像孙膑的胜利是庞涓赐予的，是庞涓在无意中送出去的礼物，不是孙膑赢的，是他自己失手了。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一种人遇到无法接受的失败时会启动的自我保护机制。与其承认对方比我强，不如说是我自己出了差错。前者意味着对方的确更好，后者意味着只是自己的一次失误。庞涓选择了后者，他用这种方式保住了他在自己内心深处天下第一的那个位置。就算死了，那个位置仍然在那里。孙膑能赢，除了知识上的优势，还有一个来自他苦难经历的东西。那段被挖了膝盖骨、关在猪圈里的岁月，给了他一样东西，对人性弱点的极其深刻的理解。我想在这里多说一点，一个从来没有被真正打倒过的人，对人性的理解往往停留在表面。原因很简单，一个始终处于强者位置的人，他观察世界的视角是从上往下的，他看到的是别人如何仰视他，如何取悦他，如何在他面前表现。他从来没有站在下面，用一个弱者的眼睛看一个强者是怎么思考的，怎么决策的，怎么在权力的位置上慢慢被那个位置改变的。庞涓就是这样的人，他从来没有真正失败过，他不知道失败是什么感觉，他也不知道在失败里一个人会看见什么。孙膑知道他在猪圈里的那段时间是一个人能遭遇的几乎最彻底的失败，身体残废，尊严尽失，被关在最屈辱的地方，被视为一个废物。在那种处境里，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那些有权力的人是怎么看待他们眼中的弱者的。庞涓派人来观察他，那些人看见了一个发疯的废人，他们回去报告给庞涓，庞涓满意了。这个过程孙膑全程参与了。在那出戏里，他看见了庞涓的思维方式。庞涓需要看见弱者才能感到安全，庞涓需要确认那个威胁他的人已经消失了才能放松。这个需求是孙膑在猪圈里通过那出装疯的戏观察到的，他把这个观察记在心里。然后在13年后，
用一组减少的炉灶数字重新触发了庞涓的这个需求，告诉他那个威胁你的齐军正在溃散。那不是消息，那是一种安慰，那是专门针对庞涓的最精准的安慰。庞涓需要这种安慰，所以他接受了，他没有质疑。这是孙膑的底层逻辑。他知道庞涓的傲慢是来自他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庞涓必须相信自己是最强的，否则他的整个自我认知就会崩塌。这是庞涓的软肋，也是孙膑唯一的武器，用一个傲慢的人的傲慢来打败他。减灶之计本质上就是这样一套操作，他不是骗一个蠢人，他是利用一个聪明人的傲慢，让他自己骗自己。那种了解不是书本上读来的，不是战场上打出来的，他是在猪圈里，在那段最黑暗的处境里一天一天积累的，是在那13年的等待里用清醒和克制一点一点打磨的，是孙膑用那副残缺的身体换来的。这是那场战役里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不是那些弩箭有多密，不是那套减灶之计有多精妙，而是那个设计出这一切的人是从最深的绝境里走出来的。他的智慧不是天生的礼物，是苦难磨出来的刀。有一句话说，真正可怕的人不是那些天生聪明的人，而是那些在最深的绝境里还没有停止思考的人。孙膑就是这样，那个猪圈没有把他变成一个废人，他把他变成了一把刀，一把用13年的等待和一场马陵之战把庞涓这辈子最深的执念彻底斩断的刀。今晚的故事到这里差不多了，但我想在结束之前多说几句。庞涓死在马陵，他临死前说的那句话遂成庶子之名，那句话耐人寻味。他到死都没有说过我输了，都没有说过他比我强，他说的是成全了那个小子的名声。言下之意是他在无意中给孙膑做了嫁衣，是他的失误才让孙膑出名了，不是孙膑赢的，是他自己送的。就算站在生命的最后一秒，他仍然无法放下那套叙事。这种心理不是个别人才有，这是一种人类非常普遍的自我保护机制。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找各种原因把责任推给外部，推给运气，推给别人的阴谋诡计。很少有人会真正问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判断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它是世界上最难问出口的问题之一。因为问出这个问题，意味着你要承认有一部分的失败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运气，不是时机，不是对方太阴险，是你的判断出了问题。大多数人宁可找100个外部原因，也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因为承认这一点太疼了，它会撼动你对自己的整个认知。庞涓就是这样，他宁可在临死前说遂成庶子之名，也不愿意说是我判断失误，因为后面那句话意味着他不是天下第一。这一点他这辈子一直无法接受。但孙膑接受了他被庞涓骗了这件事儿，接受了他因为错误的信任付出了那么惨烈的代价。他没有告诉自己那是运气不好，他问了那个最难问的问题，然后他在那个问题里找到了答案。他发现了人在某些时候会对至亲之人保留一种不该有的盲目信任。他也发现了自己过去判断庞涓的方式是错的，他以为同门师兄弟就算有竞争也不会走到那一步，这个预设是错的。他把这个教训刻进了他的判断体系里。从那以后，他在分析任何对手的时候都不再用情感来过滤信息，而是用证据，用行为，用他们真实做了什么，而不是他期待他们做什么。这个改变让他在余生里再也没有因为信任而走错一步。他发现了这个弱点，然后在余生里一直保持对他的警觉。而庞涓输掉的不只是那场仗，他真正输掉的是做出自我审视的能力。因为一个人一旦用自我保护替代了自我审视，他就再也没有机会真正进步了。他每一次失败之后都会告诉自己那不是我的问题，然后带着同样的盲点走向下一次失败。这就是傲慢的本质。他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他是拒绝质疑自己。而孙膑赢的也不只是那场战役，
他赢的是那套思维方式。我想把这两个人做一个最后的对比。庞涓和孙膑师出同门，学的是同样的东西，但他们用这些知识的方式完全不同。庞涓用知识来证明自己，他打的每一场仗背后都有一个隐隐的动机，证明我是最强的。这个动机让他的每一个决策都带着我需要赢的情绪色彩，情绪色彩会干扰判断。孙膑用知识来解决问题，他打的每一场仗背后的动机是怎样用最小的代价达到目标。这个动机是干净的，是纯粹的，是不带情绪的。干净的动机产生清晰的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同样聪明的两个人在最关键的那场对决里，一个进了峡谷，一个站在山上。你有没有在面对失败的时候，真正开口问过自己，是我的判断哪里出了问题？能问出这个问题的人，才是真正让对手发怵的人。不是因为他不会输，而是因为他每一次输完都会比上一次更难对付。孙膑就是这样，他在那个猪圈里，在那13年里，把那个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问透了，然后在马陵把答案还给了庞涓。夜深了，马陵那条峡谷那一夜的箭雨都已经消散在2000多年前的山峰里了，留下的是那个关于傲慢的问题，是那个关于等待的问题，是那个关于用什么方式面对绝境的问题。孙膑选择了分析，选择了等待，选择了把仇恨变成燃料，而不是让它烧光自己。庞涓选择了消除威胁，选择了用力量压制恐惧，选择了用别人的失败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洞。这两种选择的结果都写在那条峡谷里了。庞涓临死前的那句话，还有孙膑在黑暗里等待的那13年，你准备好面对自己内心的马陵了吗？如果你也正在一段绝境里挣扎，不妨想想孙膑他不是靠复仇翻盘的，是靠把自己变成一把刀。如果这个故事给了你一些触动，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在评论区告诉我你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有没有真正问过自己，是我的判断哪里出了问题？期待你的回答。晚安。